嗨，欢迎来到苏我直言，我是苏哥。那你知道男生嘛，赚了大钱就会想要买一台法拉利，所以我自己就买了一台人生的第一台法拉利 Tributo F8，让大家来看一下。这就是我的法拉利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这是一个乐高啦。那这一款的话是致敬这个法拉利 F8 Tributo 的这一款2020出的这款乐高。那基本上它是1:1拟真，然后模型缩小这样。大概7岁左右就可以组装这个乐高，还不错。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组装它吧。等一下，想必很多人没有听过法拉利或不知道法拉利这个品牌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法拉利这个品牌的由来。大家耳熟能详的法拉利这个品牌名字呢，其实是来自恩佐法拉利这个创办人的名字。那恩佐他呢，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赛车，也因用改装过的爱快罗密欧跑车参与比赛，拿了冠军，那而被这个爱快罗密欧有名的跑车公司延揽做赛车部的主管。但后来呢，其实他也跟爱快罗密欧处得不愉快，因为他们想要收购他的车队，那恩佐就与高层产生了嫌隙，离开了这个爱快罗密欧。在1939年的时候，另外成立了现今法拉利公司的前身 Auto Aviazione Ferrari， 做这个机械与飞机零件这样的一个公司。那这个经验呢，也造就了法拉利的基础。不过呢，没多久就爆发了2次世界大战，真正开始生产有名的跑车，其实要到战后1947年，也就是后续耳熟能详法拉利这个品牌名字的开端。而1947年这一年呢，法拉利生产了第一台供一般道路可以使用的 125S。 那造型呢，其实跟现今车子不太一样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从1948年166到1962 GTO 1968 308现488 Bista 到今日主角法拉利 F8 Tributo 这样造型的一个演进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组装这个法拉利 F8 Tributo 这款型号。基本上这里面零件主要有2大包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组装的。我们今天来开第一包。那这第一包的部分，首先我们会先大概组装这个人偶部分。那人偶组完了，会大概再组装这个车身的后半部，像是引擎啊、尾翼啊、后面的车灯、排气管、车牌这些的部分。基本上呢，这款乐高其实是蛮好组装的。那它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它像灯的部分啊，还有一些像车牌、法拉利的 logo， 那这些一些小细节的地方，它是用贴纸呈现，所以你就是必须用贴纸这样很仔细的细心这样贴，这样才不会贴歪。不过这不影响它的细致程度，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组起来是蛮好看的。我蛮推荐大家，不管是想要买来自组或者想要送人，都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。那基本上呢，这边主要是把尾翼还有车身的后半部都把它组起来，那像引擎的部分也都给它组起来。那差不多你这些贴纸贴完呢，那这个后半身的部分就差不多结束了。那有兴趣的就是稍微看一看这个贴纸安装的这几个流程。那这边做完之后，等一下就会进行第2包拆解，然后进行安装前半部。那我们准备来组这个第2包，这边最主要是组装车身的前半部的部分。那在组装的过程，想跟大家闲聊一下，不知道大家对于法拉利的印象是什么？昂贵的象征，还是有钱不可行的梦想？其实我之前有幸接触看了 F1 的比赛，有稍微对法拉利有一些了解。那法拉利真的对于一般人也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，你可以借由 F1 比赛就可以进而了解法拉利车队，更了解法拉利的一些更多消息，甚至购买一些纪念品。那 F1 比赛其实最有名的车手莫过于法拉利车队的车神舒马克，那曾经连续5年拿了世界冠军。不过他在2013因为滑雪意外进入了昏迷，非常的久，大概超过5年。一度大家以为他会从此成为植物人，但近年来也有好消息传出，他说2018年在2019年已经脱离了这个昏迷，那可以用手势跟外界做沟通，还可以看电视关注自己儿子 F1 的比赛。那在2021的9月份呢，他的纪录片会正式于 Netflix 登场，所以有兴趣的观众你们可以去 Netflix 上看一下。
那这边呢，把这个4个轮子装上去，就差不多完成这个组装的部分。我们来看成品吧。以上是今天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